金龙鱼饵开，鱼饵自然来。欢迎收看由金龙鱼饵独家冠名播出的第2季《游钓中国》。本栏目唯一指定用竿，开火精工。感谢瑞木浮漂、中西钓线、龙门钓箱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全国性范围的普遍降水，让近段时间游钓的可选择性区域不断减小。一是出于安全考虑，再就是水位涨跌不定，鱼情更难保证。自云贵川之行打道回府后，雨水便彻底打开了阀门，一泻千里。可是面对雨水，我们并不畏惧，也不会将此当作停歇的理由。毕竟在我们身后的是千万双钓鱼人期盼的眼睛和支持。我们现在到的是南昌，昨天来的时候还出着太阳，这一来你看就是下雨了，真的是不亏这个雨神的称号吧。其实也不是这样，因为每年这个雨水季节啊，可能我们都是在外面跑，因为很多钓友可能感受不到我们这种拍摄，觉得哎呀一周一期，感觉到很简单嘛，去了都是这些青山绿水。南昌的钓友说这边有鱼，我就过来了，因为在朋友圈里面我就看到他们发了，说还有青鱼。所以说有青鱼我来劲了，所以这2天知道要下雨，但是我来了，今天来了到水库，但不打算钓，还是想去水库，一个是看一下水库的环境，另外的话呢，想多了解点情况，可能会选择一个钓点的话，我们今天可以做个窝子吧。上池湖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近郊，面积2.99平方千米，属长江区。此行来到这里是受到钓友张文全的邀请。最近上池湖鱼情不错，可是这近期的雨水能让这并不多见的鱼情持续保温吗？我们刚刚吃完饭过来以后，看看这2位钓友，因为上午他们在钓，怎么样？你们钓到了吗？吃完饭？刚钓了一条。刚钓一条是吧？有多大？10几斤吧，不到20斤。哦，在哪方？我们能看看吗？可以看看是吧？行，我们来看一看。哦，哎呀，这个鱼是真的是漂亮。漂亮吗？对。哎呀，好，赶紧放下去，别搞死了。没关系是吧？不死。那我们看看，找个地方我们来打个窝子吧，因为今天我们要钓的话就没办法钓了，还是打个窝子。你打个窝子。哦，这个大，这个有50斤。这个有50斤。你看这地上，真的是有大鱼，你看到了吧？这地上的鱼鳞。那边他杀的鱼，那个都是30多斤的。哦，你看我这鱼好厉害。那他也可以，他不吃钩我也没办法。就是那一块好深的，这块深是吧？就这一块深。这块大概出去多远深啊？雨一直下，气氛却异常的融洽。钓友口中所说的鱼情热度锐减，似乎并没有给大毛带来任何影响。倒是这一尾个头不错的青鱼和地上一片片的鱼鳞，给它的刺激更大。只要肯开口，那么就不存在问题了。打上窝子，静候鱼饵光临，避开今天的雨水，明天才是垂钓的重头戏。好，你们在这玩。好运。第2天的清晨，上池湖畔，天气终于出现放晴的迹象。对拍摄来讲，这绝对是个好消息，但是对垂钓来说却不那么理想了。在持续多日的阴雨天气里，鱼已经适应了阴暗的天气，非常活跃。
可是，一旦第二天天气晴好，鱼儿可能反倒不会开口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，所以有时候拍摄真的是很麻烦。这边呢，台子呢，主要是考虑拍摄，所以这个地方有树啊，这个我们变道在这边也不方便，所以我把这边树稍微砍一砍。这刀还是很快的，泥板军刀啊。因为在当地啊，都是用这种花漂、远投漂，钓的呢都在前面。所以呢，我们是用8米的手竿，就是钓还是靠得很近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还是手竿配上机钓竿钓。我把机钓竿呢就打在他们经常钓的位置，我自己还是用手竿在钓。2把竿子肯定是比1把竿子的这个机遇要大，因为我们在这个自然水域野钓嘛，就是可能没那么多讲究。很多钓友我看了都是手竿在钓。抛一支竿子在外面，打的抛竿，打的串钩都有，所以我今天也就准备用一支远投，就是带着滑漂，钓滑漂，另外一支手竿。你看，他们已经抛出去了。这是一个带自动的一种远投的漂啊，它能抛得很远，浮力也很大。我们先就上一个这个漂座，眼子稍微大一点的，眼子大一点的呢，它呢就可以呢，就是顺畅的在我们这个线上面可以划过，啊。那先插上漂，这是我们正常的主线。正常的主线呢，从这个就是八字环上面穿过来以后啊，它这个漂呢就是滑的。所谓的滑漂它是滑的啊。它是上下可以滑动的啊，所以我们抛投出去的时候，我们设定的水深，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任意的能滑到我们设定就打线打的这个位置。滑漂钓法在应对深水及远距离垂钓上，相较手竿有一定的优势，且装备轻便易操作，受到很多钓友的追捧。而大毛今天为了保证渔获，选择双竿齐下，远近兼顾，这样钓起来可能有些费神费力了。可是水下的鱼儿会买账吗？黄稻草，2号的黄稻草啊，我加40%，因为它是一种笑香的，而且大鱼呢都肯吃这种料。这是开口料，开口料今天我也准备把它量加大一点，因为它这里面还是小鱼比较多，所以呢小鲤鱼啊，包括小的壳子也很多，所以呢这个我也加到40%。这里面有小米在里面，也有颗粒的成分在里面。蚝油我呢加到20%。加20%的蚝油，这个是玉米碴子，就是用酒泡出来的玉米碴子。我这个呢是添加一点呢，这个我都不计算到饵料里面了，这个是根据个人的一种感觉吧。因为这种粗颗粒的呢，就是留窝子可能留得好一点。饵料这是等于是100了。这个水比大概1比0.9。就是一次性让水先吃透。今天呢，可能我会多加一点，因为你要用机钓竿往外抛投的时候呢，你要量小的话呢，它就粘度不够，容易呢就是钩子跟饵料呢会分离。这样的话呢，它就是化的也很慢了。它要化的话，也是即使化也是一层一层的脱。好了，那就粘度就够了。大风渐起，水流乱象，
刚开好饵料，窝子却很有可能快要被冲散了。这一阵大风却比雨水更加刺骨，让南昌钓友口中的好鱼情和我们的期待直接降至了冰点。大毛不语，乃心抽干。可是面对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，整个白天的努力最终还是没有换来一丝回应。从满怀期待到毫无余讯，挫败感油然而生。上池湖真的会辜负我们满分的期待吗？第3天，我们起得更早了。虽然疲惫，但心里却憋着一股劲儿。路上偶遇钓友，与我们昨日的境遇相同，不过同样抱有期待，不愿放弃。稍事准备，上池湖最终的战斗即将打响。天也亮了，我们也准备好了。看看吧，今天还是要下，你看这天能看到。天气预报说今天大概是有雷阵雨，所以我们把车子呢，就是还是靠着我们很近。如果真要下雨的话，有雷电的话呢，我们可能也就能到车上待一会吧。因为本身下雨，它有雷电的话也不安全，所以我们建议有的钓友真的是下雨的话呢，还是躲一下，别钓了。是它这里面清鱼啊，就是下雨的时候可能口还会好一点，因为我们考虑到拍摄，因为很多机器怕溅到水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下雨天呢就放弃了，就不钓了。很奇怪，一直看我吃方便面是吧？今天吃的是八宝粥，我也是杂食性的，逮到什么吃什么。这个天啊，看黑了，一会儿可能啊就要下了，所以它这几天啊，这个地方手竿不好钓，什么原因啊？还是退水退得太厉害。因为这个季节呢，就是很多水库都是在放水。它为什么放水呢？一个是防汛，还有一个呢，就很多农民就要种庄稼，种的水稻。所以江西它也是一个农业大省，而且我们的后面就是很多水田。他就放这个水，每天都在往下射水，所以手竿水势越来越浅。我们大概上周吧，他们说的大概1个多星期，水就在我现在坐的这个后面，啊，但现在呢，这个水啊已经都退下去了。那我这离我20米吧，离我不到20米，10几米的地方就是一个闸口，就是在往下面放水，所以它的水啊落得很厉害。哎，终于，真的太难了，想钓到了。哎，他就是不肯吃这个鱼，对。这个漂它已经动了几下了，不会太大的。这块水浅，这块水太浅了。没事，我把它溜乏了以后再说，现在不急，因为现在你要抄它的话，容易把鳞片掉了，因为我们钓完要放它，一放它的话，它的鳞片掉了以后啊，容易长那个水霉，容易长水霉。所以一般我们钓这个鱼的话呢，就是时间溜长一点，上来了跟它拍照的时候，它不会去，哎，不会发力，对。我主要是救那个8米的手竿，要不救8米的手竿，我第一天应该就能中。我就救那只竿子的话呢，我就钓得很近，这个鱼已经被钓滑了，不往旁边靠了，这个鱼啊。那8米手竿钓这个鱼就好玩了。我的手竿以前钓的比这个大多了，但水深5、6米深水，哎，它水太浅了。
我们钓完都放的。这个头多小了，再大也放啊。100斤的也放。这最大是哪钓的？这次在泰国嘛，钓的那个湄公鲢都100多斤，巨骨蛇。钓哪个地方钓的大一点？我在南京，南京的时候我们用抛竿钓的嘛，那不大，80多斤，86斤。矶钓竿钓的60多斤，70多斤。70多斤。对。手竿这个不大嘛。洛阳那里那个鱼大哈，洛阳。它都有大的，你要我们安徽大的多了。前几年的全国纪录还是安徽嘛，是157斤嘛。最早是云南的147，后来是安徽的157，最后又被他们破了嘛，196。啊。翻了吧？它一旦翻了，它就老实了。这样的话，我抄都不用抄它了，直接。绳子不要紧。哎呀，好了。哎呀，赶紧吧，顶不动了，这哪顶得动啊？我先放到水里吧。哎呀，小脑袋。好了，跑了吧，算了吧。证明这个钩头还是不行，力量还没把它卸掉，要把它力量卸掉就好了。走了，可以了，反正是要放它的，对，就是没有多拍2张。一尾大青鱼酣畅淋漓，现场的气氛一下子被点燃了。这尾鱼似乎就是上池湖鱼情的最好见证，证明了钓友所言非虚，证明了大毛的判断和坚持。今天我用的手竿是8米1的，剑5里黑坑版的。这个竿子呢，还是在这个水库啊钓大鱼，我心里还是比较有底的。这个竿子强度还是比较好的。另外，我用了一支矶钓竿，5米4的矶钓竿，3号的海翔天。这个竿子呢，就是3号竿子钓这个鱼呢，就是20、30斤、30、40斤的这个鱼呢，控鱼应该还是没问题的，就是等于不软不硬。先这样先钓钓吧，不行的话，如果上鱼上的不好，可能还要再下一支竿子。这边平时我们这里都是用那个5米4的长竿矶竿抛头矶钓，像你我来就看到了，都是用这个竿子。你用8米多的竿子打不到我们平时的钓位，那就一般就难钓。我看了一下它。你看，昨天他们钓友来讲也是嘛，以前水就在我们坐的位置和上面一点嘛，对，这下去快2米水了，而且这后面能看到它天在放水嘛，这2天水湿的很厉害，我们钓了2天，这个你看水湿下去多少？退水退了将近应该有最少1米多，对吧？对。涨水鱼落水下，本身这个一退水，这个鱼啊就难钓，就很难钓。而且我现在8米1的位置只有1米多深，太浅了。你现在钓的位置就我们平时的一半样远。哦。你像我们平时可能比你还远1倍。哎。我子线很长，子线很长，它这个鱼本身啊，这个鱼也精了，你子线长一点，它就警惕性没那么高。这个大概搞了有10分钟，就在我位置上，能感觉到漂，顶一下。你看这个钩子在这尾巴旁边荡就不要紧，我的子线特别的长。没那么大，但是也不是像你讲5、6斤不止啊，7、8斤也不止啊。你上来嘛，我们上来，你马上来，你看你就知道了，它多大的力道能感觉到嘛？真的这个鱼啊，真的是被钓太精了，口很轻很轻，
按照你们这样的把托啊放在底下，你这个老师傅啊，很难钓它了。就是它口轻了一点点，它进窝子以后啊，你看的不是很清，因为它这个大概在窝子里面有10分钟了，后来是横移了大概将近1米，就是一回动一点点，一回动一点点。哎，我讲不对，这个水流我讲那不可能往那边动那么多啊，我就看主线没有动，就是它鱼在推，啊，后来就开始顶一点点，下一点，下一点，下一点，我就看着它，我上了这么大一趟饵，很黏，大概这个饵料到了能泡40分钟都花不了，就是我加了很多那个米饭那个米汁柚啊加进去了，饵料很硬，它一般都是不容易能化掉的。因为像我们打抛竿是一样嘛，你打抛竿有时候也是不让它化嘛。那个差不多大哈，所以呀，没那个大。没那个大是吧？没有，现在还有力嘞。你让翻，现在没那么快会翻，没那么快会翻。因为那种夹子啊，夹鱼啊不伤鱼，它不像那个铁的夹子，铁的夹子夹的话呢，容易啊，就是把嘴啊都全部夹通了，啊，你看到了？在水里面不大，你上来你就看到了。有，你看，哎，你看到了吧？这钩子已经到它尾巴了，你看到了？只要子线短的话，它这样摆尾啊就断了。你看啊，看到了吧？这很明显吧？你看这个钩子已经勾到它尾巴了，看到了吧？如果是短子线的话，那一摆就断了。所以我们钓这种鱼啊，就是子线用的很长。你看，它进网子它还会蹦，但没事没事没事。好，我来跟你一起抬，等一下，要抬，不抬的话不行，抬的话，哎，抬起来，对，我这比那个大一点吧？大马老师是吧？对，哎，好，你把我杆子慢慢拿过去，我来，放旁边啊。好。哦，有我带的称。对吗？哦，20多斤，20多斤嘛，23点几嘛。哎呀，累了，哎呀，赶紧放。哎呀，下去了，下去了，哎，哦。连竿2尾，上石湖果然没让我们失望。出勤后能遇到这样的鱼情，已经让我们非常满足了。久违的酣畅淋漓，迎来收获，好像也快要迎来落雨。完美的上石湖之行，精彩至此也将告一段落了。游钓中国全程饵料赞助金龙鱼饵，特别鸣谢开沃精工、中西钓线、瑞木浮漂、龙门钓箱、维卡莱林、钓鱼人、九泰、华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关注游钓中国微信公众号，获取最新拍摄花絮。下周2晚8点30分，游钓中国邀您精彩继续。